社工师安德鲁。前面我们谈了身心障碍的孩子从小的特殊教育系统，又谈了从学校出社会有工作就业的种类，有机构全日托的模式，有日间机构的种类。在这些服务之外，还有2个服务对比全日托的服务比起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服务应该算是很新的服务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身心障碍者的夜间住宿服务，也叫做社区居住。另外一个是中途自残的生活重建。其实这个服务不是现在才有需要，而是过去没有人重视，政府也没有补助，只有少数障碍类别自己做。例如罗东的陈五福眼科医师，他在他的五福诊所里面，除了有基督教的作画及十字架外，还有一幅史怀哲的油画像。当初陈五福读到日本作家野村实写的史怀哲传记，大受感动，开始与非洲加蓬共和国兰巴伦行医的史怀哲通信，受到史怀哲的精神感召与鼓励下，陈五福创办了提供盲人学习工作技能的记忆所。1959年的3月创立原名目光盲人习艺所，次年改名目光盲人福利馆。习艺所免收所有学杂费，初阶班着重于生活适应的一个训练，高级班着重职业训练。落成后，史怀哲也会写信关心习艺所的进度，有时工作太忙无法亲自写信，也会托他私人秘书代笔。史怀哲去世后，他所用过的十字架木头分解分送给好友，陈五福也获得部分，所以生活重建透过立法成为法定服务，让更多的障碍者有更多的协助。在台湾，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服务办法第2条第1项第8款，生活重建是指中途至障，障碍的障，有生活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碍者，由专业人员于其重建关键期提供心理支持及服务，以重新建构其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协助重建生活。因此，提供下列3大方向的服务：第一，日常生活能力之培养，自我照顾及居家生活能力的培养，社区生活参与及促进；第二，社交活动及人际关系之训练，提供社交技巧的指导，办理文康活动、团体工作，增加服务对象人际互动的协助服务，协助服务对象积极的参与社区的活动，加强与家人及社区居民的一个互动。第三，心理的支持跟心理的辅导，包括个案辅导、家庭辅导或团体辅导、支持性团体等。大家别小看中途自残的朋友，如果你因为生病或意外，你去了医院，突然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没办法呼吸，或者自己的脚不见了，产生了失能，不只是生理上明显的失能，在心中也有许多的想不开。在医院有很多这样的病人，灰心丧志，走不出家门，
所以生活重建不只是在生理上的一个复健，在心理上的复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否则生理上已经稳定了，但是永远走不出自家的大门。另外，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比较新的服务——社区居住夜间住宿的服务。这跟住宿式的全日型机构有什么不同呢？简单来说，全日型机构的个案白天工作，晚上睡机构，但是社区居住夜间住宿服务，这个住宿式服务只有晚上提供服务，白天个案都去上班，有点类似像几个身心障碍者一起租屋在社区当中的一个概念。只是租屋的地方有机构的老师做一些协助的照顾服务，所以选择这样服务模式的孩子，在某一些程度上要自我管理比较好，生活自理可以自己来，能自己上下班，晚上回到机构中过夜，这比较是跟社区的人一起生活，是一种融合的一个概念。什么融合？对，我们在特教的时候一直强调融合的重要性，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在机构中提供身心障碍者夜间住在社区内的家，透过教保员的协助，训练身心障碍者独立的生活能力，拥有自主性的生活。每个社区居住服务的人数在2个人以上、6个人以下，并且会对家中的身心障碍者提供居住环境的规划、住民健康的管理、住民的社会支持、休闲活动与社区参与、日间服务的资源连结，增进住民与家人之间互动的频率、住民的权益维护等等。过去大概在10-20年前，南部有某一家全国性的身心障碍的基金会，在社区居住的工作上做得非常的好，大孩子都很稳定的工作，假日能安排好的一个休闲活动。只是有一回有2个休假的孩子相约去玩水，结果就没有再回来了。当时社会大众不了解什么是社区居住，什么是夜间住宿服务，结果这个服务就做不下去了，真的是很可惜。很多人都喜欢玩水，不然为什么夏天有玩水的地方都是人潮？只是对于某些障碍者，对于危险没办法分别，很可惜，人不见了，服务也不见了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